现在拍它屁屁，它会很有反应。你看它后脚，它后脚会一直动，一直动。母猫发情的时候，它的掉毛有多么恐怖？刚刚才出一下下而已。朝它屁股上，但不用太大力，就这样轻拍它的屁屁。好，跑走了。女演员，女演员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女演员过来，跑错地方了。母猫发情该怎么办？会有什么症状？最大我觉得是它的食欲，食欲其实都会下降，会食欲不振。比如说像刚刚喂罐罐，它就不吃。接下来就是很爱哀嚎，而且你叫它一定会有反应。女演员，女演员。发情的时候，它最容易就是会撒娇，叫它，它都会有反应，然后它都会过来。猫咪发情的时候，如果家里有公猫没有结扎的，一定要隔离。它的儿子林熊熊，熊熊基本上从它发情到现在，它们基本上都是不会见面，除了吃饭，或是除非我们可以一直盯着它看的时候，才会让它们出来一起。母猫发情的话，它会诱导公猫也发情。那公猫就会咬它脖子上它，一定要隔离。怎么帮母猫缓解发情呢？它就是很爱撒娇，所以你现在帮它摸，它都会很舒服。它最喜欢的就是摸它屁屁。现在拍它屁屁，它会很有反应。你看它后脚，它后脚会一直动，一直动。然后边拍它会一直边走，对了。一般母猫发情，基本上都是2周到3周就会复发一次。我觉得是看每只猫而定啊，因为它上次发情完，接着轮到 Kiki 发情，Kiki 大概发情2周左右，它又开始在发情了，所以圆圆的频率其实还蛮高的。它差不多2到3周就会发情一次。其实圆圆发情它也特别明显，因为圆圆平常呢基本上是不太爱给人家抱，然后叫它也不太会理。可是它只要是发情的时候呢，几乎是随叫随到。然后这个期间你要怎么摸它，它都是可以接受的，有点像婴儿一样，就是你要哄它。它这时候就是都可以，你不管摸它哪里啊，摸它肚子啊，摸它的脚蹼啊，它都其实没有任何的禁忌，对不对？有些母猫发情的期间，会四处乱尿尿，像那时候笨笨就会，它发情的时候就是会到处乱尿尿，但并不是每只猫都会。所以这个很难讲。然后一般发情的持续的时间大概是网络上是说6到8天左右，但圆圆其实我觉得它比较久一点，差不多有10天哦。为什么？那么可爱，发情真的是怎么摸它，它都是可以接受的。然后对，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毛。发情期间的母猫比较容易会掉毛，所以这时候其实你可以多帮它梳毛，这样可以避免它吃更多的毛进去肚子里面。母猫发情的时候，它的掉毛有多么恐怖？刚刚才出一下下而已，就这么多。这样可以做它们的专属毛球。就是母猫怎么帮它安抚？除了帮它拍屁屁啊，然后抚摸它之外啊，你也可以消耗它的体力，就是陪它玩。它就不会发情这么的频繁。然后像网络上有很多偏方，比如说拿棉花棒帮忙猫咪就是擦它的阴道，这个方法其实不太好，因为怕造成它的阴道会发炎，它也有可能会造成假性怀孕，所以对母猫来讲其实都不太好。我自己是有找到一个取代这个的方式啊，就是一样可以让母猫舒服。准备一张卫生纸，就拿着卫生纸，然后帮它拍屁屁，你可以看到它的脚会一直动，就朝它屁股上，但不用太大力，就这样轻拍它的屁屁，它的脚会一直动，就
朝它屁股上，但不用太大力，就这样轻拍它的屁股。然后要多久呢？你等下会看到演员会自己跑走，他脚会一直踢，会一直踢，会一直踢，会一直踢。好，跑走，跑走完之后，他就会开始翻滚。那一般其实公猫如果正常受精的话，其实母猫也是会翻滚的。最好就是帮母猫结扎了，它就会停止发情，你也不会听到它，像现在的发出的这种叫声。然后它其实在发情的时候，就是我觉得它对某些公猫的敌意会比较大。当然，它也会去蹭某些公猫，但有些猫靠近它的话，它是会发出哈气声，然后动手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其实母猫的绝育的时间最好当然是在它的发情前，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发情之前。但我觉得这比较难的是，除非你是从小就养它，你才有办法是在它第一次发情前结扎，得到乳房瘤的几率会比较低。然后因为是小猫嘛，所以它的恢复速度会比较快，那手术也会比较容易进行。但这真的是比较难一点，因为如果你是中途领养的，像圆圆一样，你就没有办法控制这些东西。因为像领养圆圆的时候，它其实已经1岁了，而且领养回来的时候才发现它肚子里面已经有怀有宝宝，大概10天左右，所以这个其实蛮难的。结扎其实风险也蛮低的，虽然说一样要全身麻醉。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，手术其实有分2种，一个就是外缝线，一个内缝线。内缝线的话，当然就是不用拆线，所以比较对比较忙的爸爸妈妈来讲，一定比较方便。那有些医师他还是会做的手术是外缝线，就是你必须结束后回去拆线。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根据自己的预算啊，我觉得费用其实落差蛮大的，3000到8000不等。这还要取决于你要不要给他事前的血检。然后还要看你帮他结扎的那间医院呢，它的麻醉是哪一种麻醉？如果是气体麻醉的话，它的费用也会相当高一点。我觉得只要有做绝育，对母猫来讲都是好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好的？那希望这支影片呢有帮到你们。林演员，你要跟大家说拜拜了，你要跟大家说拜拜了。好不好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没？那喜欢就帮我们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演员，过来，过来，拍拍，过来，过来，演员来，性强盗。强盗这样，强盗。